少女深山独居，吃野生竹鼠，掏野蜂窝，简直是打野界天花板。回到营地的路上，一根树枝的轻微晃动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少女眯起眼，紧紧握住弓，将箭头瞄准那个方向。她毫不犹豫地蹲在洞口旁，专注地瞄准目标，搬动弓弩的扳机，箭矢迅速穿越空气，直奔洞穴。她毫不犹豫地趴在湿润的地面上，卷起袖子，手伸入洞口，确认那里的生物。接着，他取出砍刀，将洞口周围的树根割断，用刀挖土。尽管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身体，但他不愿轻易放弃。雨滴不停地落下，他努力抗拒湿气，因为他知道这一次的猎物太重要了。最终，少女从洞中抽出一只竹鼠，它的体型和她的头差不多大。那竹鼠看起来几乎像一只小乳猪。少女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这是她今天的食物。少女收拾好东西，提着竹鼠准备回营地。雨越下越大，少女都在叹气。尽管地面因雨水而湿滑，她差点摔倒，但她小心翼翼地将竹鼠带回了营地。回到营地后，她将竹鼠放在一旁，点燃了篝火，然后把竹鼠拿过火堆，开始去毛。柴火燃烧着竹鼠的皮毛，使得皮毛变成柔软好下手。在这片竹林里，竹鼠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成为它的食物。他将竹鼠的毛剔除，然后将它带到外面，放入一个盆中，清洗干净。接着用刀子将竹鼠的脖子切开，取出内脏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将竹鼠穿在一根竹竿上，挂在火堆上，火焰熊熊烧得旺盛。尽管没有加入任何配料，但在高温的烘烤下，竹鼠的脂肪让它的表面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，在篝火的照耀下，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少女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实在是太饿了，但出于安全考虑，她还是等待了5分钟，确保竹鼠烤得更熟透。最终，她不再忍受诱人的香味，拿起烤好的竹鼠肉，闻了闻，陶醉的表情写在脸上。那嫩嫩的肉质几乎媲美猪肉，甚至更美味。少女大口吃着肉，每一口都带来满足。这只大竹鼠已经成了她的晚餐，2天都不必再冒雨上山寻找食物。因为只吃肉吃得太腻了，少女决定找点甜食来解解馋。她将没吃完的肉放在一边，戴上帽子，然后走进树林，砍下一些干燥的木材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雨停了，太阳突然出现。上天似乎也在眷顾着她，不再下雨，让她的任务变得容易多了。她将刚刚捡到的湿竹子放在一边，然后坐下来，用砍刀将这些竹子分开。因为它们还有点湿气，他点燃了火把，然后将竹子放在上面烘干。火焰吞噬着湿气，他轻拍着竹子，确保它们均匀的烘干。不久后，他确认竹子上的水分已经被完全烤干，于是将竹子拿下来，绑成一捆，准备好行动。他背上书包，戴上帽子，然后将一捆竹子扛在肩上，走向野蜂窝的方向。他计划等到天黑了再采取行动，因为他知道刚刚享受了如此丰盛的晚餐，
她需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。太阳慢慢沉下山，少女将电源放在一旁，然后点燃了手中的柑竹，走向野蜂窝。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，因为她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野外生存专家。但要记住，观众们千万不要轻易模仿，这只是为了展示节目效果。现实中遇到野蜂，最好的选择还是远离危险。少女注意到野蜂窝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她迅速顺着树枝将野蜂窝拉了下来，然后小心地取出了野蜂窝。我们可以看到蜂窝内部的白色蜂王仍然在挪动，这些蜂蛹都是高蛋白质的食物。少女提着火把开始回家的路程，但就在她回家的途中，她发现了另一个野蜂窝。不过这次的野蜂窝不是挂在树上，而是埋在地下。她将火把塞进洞口，吹了2口气，让火焰熊熊燃烧，然后迅速用工具将周围的土填入土堆中，以阻止烟气外泄。少女速度之快令人瞩目，她封住了洞口，然后挖出了野蜂窝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野蜂窝并没有被烧过，里面的蜂蛹雪白如玉。蜂蛹的价值不言而喻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助于改善肾功能障碍和预防性功能障碍。少女收拾好一切，将蜂蛹装进袋子里，然后提起手电筒，踏着灯光的照明，继续她的归途。她是大自然的勇者，她的故事充满了冒险、智慧和坚韧。她的每一次收获都是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感激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，她展现出了生存的本能和勇气，为我们传递了一个生动的故事，一个女孩与自然世界相互依存的故事。